今天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就是泰国有位大师三番五次的拒绝过刘嘉玲和张国荣，但是又极其喜爱梁朝伟，并且收为义子。坦言啊，台湾女星刘真鞋子太多啊，恐怕会影响寿命。点化过刘德华呢，一定要谦逊方能长红，并且把《无间道》的电影名字从《无间使者》改为《无间道》，为电影呢保驾护航，并且他还预言了东南亚的海啸，以及要求罗志祥戒色。别忘了那个时候的罗志祥还处在职业的巅峰啊！这个我有听说过，特别神，听说还唤醒过沉睡中的这个昏睡中的这个赌王。对，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还挺神的。这样的故事呢，就数不胜数。他已经成为港台明星背后大师，只要明星们有什么人生疑问啊，他基本上都能给出相应的解答，并且这个解答呢，并不是那种云里雾里的那种，而是极其简练的，用几个字儿告诉你破解的关键。这位大师呢，就是泰国白龙王。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10几个港台明星的案例，看一看白龙王到底准不准，以及坊间为什么说白龙王害怕黎明和刘青云。我是古言，我是紫薇，感谢大家收看人微言轻。白龙王原名周青南，1937年6月19日出生，信徒呢就称之为泰国白龙王，籍贯呢广东省潮州。泰国华侨居于泰国中部春武里府。听说他还会说国语和粤语，还会一点点台语。会一点点啊，但是不多。就是白龙王有一个弟子是专门当翻译的啊。泰国白龙王呢生前的工作就是为善信指点迷津，度化有缘人。2013年8月17日早上，因为常年的支气管病情恶化，在其泰国寓所病逝，享年76岁。白龙王啊，其实并不是出生于富贵人家啊，在40岁之前，他都是一名修车工。他的第一位信徒来自于到他店里买车的人。当时呢，白龙王死活不卖给他一辆二手车，就是说啊，就算你买了，1周之内呢也会丢失。这个人呢就不是很相信，就去别的车行里买了一辆，但是没想到1周之后啊，果然丢了。这个人啊又去找白龙王，白龙王就告诉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的车最终还是会找回来的。那他呢又是有点不太相信。由于当时的泰国治安是一般般啊，这个人呢就将信将疑的回去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过了几天就有警方联系他说，因为一桩交通肇事案，他的车找到了。这个人呢就称之为白龙王的第一位信徒。那确实挺神奇的。其实我知道有一些那种算命的、算运的啊，一般都说财运呀、什么忌水之类的一些大方向的东西。像这么精准的测算出具体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听说。是的啊，白龙王自述呢，某天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白龙王的化身，于是便开始在每周5、周6、周日啊为人相面讲解凶吉。他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想要捐款呢，点的呢又非常准，所以一时间啊，白龙王有了一些本地的信徒。这一点就值得为他点赞了。其实我挺相信神佛的哈，也相信有一些高人啊，他的慧根悟性都非常人能及。但是在市面上常见到那种还是神棍比较多。对，真正让白龙王名声大噪的是当时的泰国首富之子啊，名叫黄创山。他的生意呢遭遇了极大的难关，并且要承担巨额的赔偿，或许呢还会走向破产。他同样是带着怀疑的心啊去见了周青南。周青南细致地端详了黄的面相，还轻抚了一下他的头之后啊，就对他说：“你去香港创业，你一定会成功，赚得盆满钵满。”黄呢就带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啊，又前往香港进行投资啊，未曾料到呢，居然真正的收获了巨额的利润。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啊，他虔诚的在当地为周青南修了一座白龙王庙。自那以后呢，周青南声名远扬，众多信徒前往寺庙祈福许愿。这些信徒呢，不仅来自当地，还来自于周边国家啊，众多的明星也包含在内。98年金融风暴席卷了香港啊，众多的公司遭遇了沉重的打击，许多明星啊也是输得一败涂地。向华胜、向华强兄弟2人的公司同样有倒闭的危险，加上向华胜的身体欠佳，状况呢极为艰难，于是他们便寻找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白龙王，让其为他们答疑解惑。兄弟2人被白龙王接见了之后呢，白龙王告知他们能够凭借股票这2个字咸鱼翻身。只有这2个字呀？对，这就是当时的神奇之处啊！白龙王基本上都是一针见血啊，简练的几个字就点化众生，而且告知向华胜啊要善待张玉山，因为他有旺夫之相。向氏兄弟呢2个人返回香港之后，就依照他的吩咐行事，没想到真的就在股市里赚得盆满钵满啊，顺利的度过了危机。张玉山呢备受向华胜的特别照顾，而向华胜的事业呢也有了极大的进展。
在那之后呢，就有更多的香港明星前往白龙王处，想得到他的指点啊。2002年，刘德华的公司有好几部电影的票房成绩不是很理想，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财务危机，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他久闻白龙王之名心怀崇敬的前去拜见，极为虔诚的尊称为师傅。白龙王呢，见到刘德华后也没有给出就比较复杂的一些建议仅仅简练的说了4个字：谦虚，谦虚。看起来并不复杂，然而这却让刘天王警醒了。他着手反思自己以前的态度和行为收起了很多锐气，以更为谦逊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就连工作人员也包含在内。从那以后呢，谦虚2字就成为了刘德华的座右铭。于是他得以在娱乐圈成为一棵常青树。梁朝伟这位影帝呢，其实也曾得到了白龙王的指点。他事业顺遂与白龙王有着紧密的关联白龙王将其视作天选之人，收他为义子，且每年都给他摸顶赐福。以前梁朝伟担纲主任的影片常常是口碑很好，但是票房不佳。于是呢，他便前往泰国向白龙王寻求指引。白龙王告诉他不要接跳楼的戏，未来一定会大红大紫。没过多久呢，由他担任主演的电影《无间道》惊艳亮相，票房成绩极佳，他还斩获了诸多的奖项，获得了影帝。他与刘嘉玲的婚礼在不丹举行，这也是听从了白龙王的提醒。这里面其实还有一段有意思的事，就是《无间道》无间道最初的名字叫《无间使者》，不过在开机之后呢，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刚才还是万里晴空瞬间乌云就密布起来了，紧接着狂风暴雨都一起来了，拍摄的进度呢被迫一推再推。有一位关键的主演呢还意外受伤了，手部出现了骨折的状况。剧组呢就只好对拍摄顺序做出了调整。有一位演员在进行拍摄的时候突然就患上了疾病，反正一切都不是很顺利。而且在拍摄期间设备还出现了毛病，以前拍摄的很多内容都不能再用了。林建岳作为投资方被各种事务弄得焦头烂额。经过刘德华的提议呢，他便前往寻找白龙王。找到白龙王之后呢，被告知什么呢？影片名煞气太重。白龙王建议将影片名改为《无间道》。于是在白龙王的提议之下呢，他又率领着全组人员前往泰国，去参加白龙王专门为他们操作的一场法事。自此呢，便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在行里讲了很久的一个故事，就是《无间道》。这个我在网上听过，沸沸扬扬的。当时我就在一个马来西亚资本的公司当制作经理，然后呢，我的顶头的就是一个老外，我就收到了那个剧本，我一看，当时叫《无间行者》，能拍就马上安排跟刘德华各位讲讲了。本来打算刘德华跟郑伊健演的，后来呢，刘德华就有一个官司，我那个老外上司呢就胆子很小，他怕搞不定，他决定不拍。那我就说了，叫他们把定金都赔掉。我说拿去跟华雅的林先生谈，在白龙王庙，刚好梁朝伟、刘德华都在，就在里面谈好了。师傅说你这个片名不行，要改成3个字，给了几10个师傅敲了《无间道》3个字。拆机的时候特地为《无间道》做了一个仪式，后来就变成了赚大钱，改编变成好莱坞片，还拿了奥斯卡。阿娇的演艺事业陷入低谷时他2次恳求白龙王的指点，终于获得了重要的启示。白龙王坦言，阿娇的工作进展困难重重。然而在经过9个月的等待之后呢，他赐予阿娇12字的箴言：付出呢并非不可，但需孤注一掷。此后呢，阿娇的事业运势逐渐显现了转机。还有任贤齐在白龙王的指引下也挺有意思得知数字5是自己的天命数字信用密码。果然任贤齐的唱片和电影在5号推出后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杨受成的建议下呢，谢霆锋也前往拜见了白龙王。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白龙王见他的第一话就是小心驾驶果然在拜见白龙王的第2天，谢霆锋乘坐的出租车在路上就发生了意外事故。在拜见白龙王之后呢，杨受成按照指点提拔了属猴的下属，这里边就其中包括了谢霆锋和容祖儿等等人，这让杨受成也赚得盆满钵满。白龙王曾预言曾志伟将遭遇血光之灾并劝诫他避免外出，但是曾志伟也没有重视不久之后他就在夜店遭遇了袭击。在拜访白龙王时，谭咏麟得知自己近期将遭遇不幸，白龙王随即赠送他一尊佛像，声称此物呢应助其避免一场灾难。果然不久之后谭咏麟便遭遇了车祸。然而幸运的是他仅仅受过了一些轻微伤没有什么大碍。台湾女星呢刘真曾在节目里说和母亲拜访过白龙王，白龙王只是跟她说不要买太多的鞋子，恐怕会影响寿命。最终比较悲痛的是，刘真44岁就离开了。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老人会告诫子孙衣服多买都没关系，但是鞋子不要多买，够穿就行了。旧了坏了，你再换新的。就有一种说法说，鞋子太多的话，会提前把要走的路走完，会折寿。
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根据，但是听起未尝不可吧。毕竟我们又不是蜈蚣，能穿多少鞋子呢？而且你看刘真在说完这件事情以后，大家也问他，那你会不会因此就不买了呢？他就哈哈一笑，也没有当回事儿，他并没有当真，他还是会继续买。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鞋子应该不是说自己穿到的，应该说的是自己会穿到的鞋子啊。这个跟一些做鞋商啊，或者是那些收藏啊，这些就是商品或者藏品的这种，应该是不一样的。其实台湾最爱买鞋的女星啊，除了刘真就是大 S。对。您看结果，您看，所以毕竟少买一些鞋子也没有什么损失吧，咱们就宁可信其有吧。这个说法其实我也听说过啊，但是这个大家收藏鞋子其实没啥问题，但是穿的鞋子尽量反正就是那几双就可以了。对，比方说4、5双，那已经非常多了。其实每天可以换顺着换就可以了。如果太多的话，可能会影响寿命啊。我也是这么听说的。说到大 S 呢，就是他曾经说过有位大师说自己活不过50岁。多年前呢，他是并没有当做一回事儿，但是呢，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大 S 48岁就离开了我们。有人推测这位大师就是白龙王。小猪罗志祥呢，在节目里边坦言，白龙王给他最大的忠告就是要戒色，但是他也没听，对吧？没有，就像只要戒色就能成为像刘德华一样的艺人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小猪并没有遵循，成为了时间管理大师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再说下去，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啊。王晶、曾志伟、吴镇宇、余文乐、舒淇、麦兆辉、陈百祥都是他的忠实信徒。刘伟强甚至为了可以常常见到白龙王，在泰国就直接买了一栋房子。是不是所有的港台的这个明星都特别信这个白龙王？有没有不信的呢？那还是真有。白龙王曾经说过黎明太自我，星运不顺，所以那个时候呢，正处在人生巅峰的黎明并不相信白龙王。甚至呢，还拍过一部电影 diss 白龙王。电影里边，黎明用枪指着白龙王，说：“你算的这么准，算一下今天会不会中枪呢？”你神通广大，什么都能推算。你能推算今天会中枪吗？姐，你疯了！会不会 ？No！ 大新。结果黎明在电影里边还就真开枪了，打中了白龙王的腿。后面刘青云又来了，又说了：“你算算今天会不会中枪呢？”白龙王说：“会。”刘青云说：“你算对了，打了他的脚。”大仙，既然你这么准，那你猜猜，你今天会不会中枪 ？Yes or no？Yes， 准。所以这个一个腿一个脚，都有些大不敬的意思啊。但是现在看来，你觉得黎明和刘青云的心路顺吗？其实我个人觉得不信没有关系，但是你没有必要刻意的这样去冒犯人家，真的确实是没多大必要，对吧？就没多大意思啊。白龙王坦言，就是跟张国荣和刘嘉玲无缘。2003年的时候，对于张国荣而言是极其困苦的一年。尽管他的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抑郁症却始终困扰着他。经朋友的提议呢，他打算向白龙王寻求帮助。原本已经确定好见面的时间，然而就在距离约定时间还差2个小时的时候，白龙王就3番5次的去推这个时间。他忽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愿意跟张国荣见面了啊。随后张国荣呢又进行了2次邀约，然而每一次呢都遭到了拒绝。白龙王呢也宣称自己是没有办法。1个月之后，张国荣于24楼处跳楼自尽，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离开呢，使得白龙王被神秘的氛围所笼罩，同时呢也饱受指责。有些人声称他呢见死不救，而另外一些人呢则认为他已经预见到张国荣的命运其实是无法改变的。其实我还是更倾向于后者的一个说法。白龙王是高人，但是说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指点一下迷津呀，给你改运呀。但是你轻易的为一个人改命，我觉得可能还不太可能。对，毕竟人世间有他自己的规律，人也有他自己的气数嘛。对，是的。在张国荣去世之后呢，他给出了理由叫气数将尽。白龙王甚至把刘嘉玲给拒绝了。这个我觉得很神奇啊！你看，那你说刘嘉玲跟梁朝伟2口子，对吧？对对对。白龙王又那么喜欢梁朝伟，而且听说当时他指点梁朝伟在什么时间结婚，在哪里举办婚礼，包括他们好像是厨房摆了一个什么阵啊，这样能让他跟刘嘉玲的这个婚姻更加稳定、更加长久。对。但是那就说明他对刘嘉玲是没有恶意的，没有敌意的，对吧？但是刘嘉玲每次去求见的时候，他都避而不见，这个挺让人匪夷所思的。白龙王所给出的解释就是刘嘉玲性格太强势，天生反骨，就算告诉他任何事呢，他也不会相信。
与其白费口舌呢，就不如不说了。但之后呢，刘嘉玲依旧坚守自己的个性与自信，虽然中间出现过很多挫折，但其实现在还算是顺风顺水，对吧？事业与爱情双丰收。其实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命运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到底是那些大师，还是我们自己的手里边？对于娱乐圈中那些承受着巨大压力且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明星而言呢，白龙王的存在呢，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追根究底依然无法摆脱他们自身的才华与努力，这才是他们站于娱乐圈顶端的立身之本。就像哪吒说的那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吗？我们这些平凡之人同样会陷入到困惑，会感觉到迷茫。然而呢，我们终究有自身安身立命的根基如此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王晶也曾经说过把白龙王当做一位智慧老人，一位哲学老人。他是很善于看人，很有人生阅历，但是有些迷信的东西大家也就听听就好了，不要过于笃信所以呢，今天我就是讲出来让大家听听，大家不要当是一个迷信的东西，相信白龙王师傅是一个哲学老人就对了。迷信的部分大家可以听了就忘了，当是八卦不需要深信。王晶觉得白龙王最有用的建议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那金哥有没有什么话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当时他跟你说过，你觉得很受用的。女孩子记得笑，男人不要骂人，永远不要骂人，骂人的人没有人喜欢的。女孩子笑，就是你多丑都会美很多。这2点做到，孝顺积德。就是女生要多笑，运气就会好起来。男生呢，就是不要骂人说脏话，然后男生女生一块呢，就是要多孝顺多积德。我觉得这种劝人向善的建议还是蛮好的呢。你觉得呢？我倒是觉得就是个人的这个气数包括这个规律其实是有的。就包括白龙王他也是能看穿这种东西的一个存在。他更像一个认知很高的人他传递给你一个你自己可能意识不到的一个信息。倒不是像神话故事里那种掌握人家的命运和生死，但是呢，我觉得他能告诉你这个规律。所谓气数呢，就是咱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一个人天生的一些改不掉的一些性格品质之类的。就是无数个个体组成了一个大环境呢，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大规律。个人的这个气数加上一个大的环境上的规律呢，总和呢就可以就是形成一个注定的一个结果。这就是我们说的命。所谓运呢，可能就是能改的那一部分。比如说你的意识你的认知你的脾气你的行为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个部分吧。所以最后决定这个结果的是规律气数包括我们的个人努力，三者不可缺吧。比如说一个人生不逢时，就是他个人能力个性都很好，但是他敌不过大环境整个不可抗力，最终呢可能结果就不太好。至于我们说的这个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他是魔丸转世，他是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个体。本身就是整个规律对于他的这个束缚，包括那各方面东西也是很小的，所以他可以这么说。但咱们普通人吧，能掌握的部分其实也不少了，自身包括我们集体意识的部分，也是可以靠改变来完成。那不可改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个人性格这个形成，其实在整体变化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不可改的部分也会变量随之变小嘛。所以我觉得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吧，包括这个千千万万人的一起的努力，其实还是可以改变的。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其实都可以改变，包括你说的个人意识集体意识个人的能力气数性格，包括性格也可以改。其实你就是慢慢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不好。有的人一生中性格是会发生过一次极大的一个改变的，甚至是2次，就是先是可能比较外向，再比较内向，再比较外向，也可能是比较内向，再比较外向，再怎么样，这个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是见过很多，他突然之间性格有了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改观。所以说你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都可以改，都没啥问题。而这个当然我感觉就是唯心论了一点，对吧？主观了一点，可能不太遵守这个客观规律了但是我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其实问题不大。就如果每个人都坚信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大环境还是说有时候还是那句话嘛，生不逢时。就比如说你在一个战乱的时刻无论你这个人个人的能力或者你个人魅力再强，可能也是需要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促成一个事情。也有很多英雄就落败在那个时代。就看你自己的能力嘛。有的英雄他是能直接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的。